很好玩了。偶尔的时候，你电车经过的时候，我翻过去，哎，我还是不会被你这个电车给蹭到，或者说撞到。但现在好像还是会可以撞一下的。那就比赛乐子更多了，比赛乐子更多了。对对对，就你翻过去了之后，电车依然我能撞到，那这个监闻者其实就很乐意了，对吧？我等电车经过，我再打你一刀。确实。联合的咒术。 以及选到了墓地门门口的一个机械，把机械给单独放在了比较危险的一个角落，有点少见。其实这个选点基本上没怎么见过啊，算是 TE 最近的一个小研究吧。是的，选这个位置感觉正常来讲是选在2楼下。好的，看一下这个地方，梦幻小迷提前是直接往神坠的地方走。是的，这些玩偶已经放到了路中间，看一下要不要翻进去呢？ 没有翻，梦幻小迷也没管这个机械玩偶。是的，这个遥控玩偶一旦要能保住，自己就代理其实就行了。是的，基本上就往墓地的最里面去尝试，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这个长板稍微再拖一会儿。这个能倒远一点吧？这个位置我感觉还是有一点偏近。是，一波预判砖，能不能堵到？哎，神坠卡的时机很好啊！哎，这个威龙要掉了。对，哇，这几波砖，梦幻小迷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上。是的，周日师已经过来。 对，猫猫这里在墓地破译也是提前贴了过来，但是要帮忙保一下吗？我觉得会比较难保啊。现在还没必要保，而且墓地这台密码机，对，可能后面就要放弃了。现在想过来尝试一下，再一波跟钻。是的，还在钻。哦呦，这个威龙要是一掉的话，其实猫猫现在就可以帮忙扛刀了。是的，已经有点炸了。这边花了2个威龙，直接倒一个最角落，然后猫猫直接到脸上来进行一手 OB。 那你不敢管这个咒术啊，只能用愿力稍微封一下他，赶一下他，因为咒术飞轮也是好的。但打完他的刀之后，他的这个咒术喉就变成了3层了。是的，你想处理他其实不太现实。是，这个要不就直接选择击倒他吧，对吧？反正你也都是要面对他的。对，你还不如直接干脆打他，3层喉一交，把围龙拆了。看一下，哎，暂时还吸不出来，对，直接挂。这里为什么不选择把围龙拆掉呢？而是说在里面继续绕？可能觉得当时第一想法是这个围龙可能没有把这个椅子给它面着到。但当时是钻回来以后，直接利用这个围龙再次挂人了。对。那看一下猫小迷这再逼一手咒术，因为咒术这一把基本上等于没怎么破译啊。他的密码机时间呢？哎，车过来了，是跟娃娃进行了一个兑换。这可不能钻过去啊！你钻过去的话，可能就被车给撞了。没错。 所以直接把杰斯救下来，那杰斯应该还是会继续在墓地玩了。就看一下，哎，梦幻小迷好像追反了，追错人了，有点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神坠了。是的，不过这里脚印应该还是能够续上的，可以看到，继续看到机械师的脚印。再一个来，前面还能进板，要来一个8字走位，卡到板的另外一侧，但没卡过去。8字没走好，反而是神坠拉了过来，这个笼子好像能废掉。是的，再逼一个围龙，很舒服啊，成功拖过了一个化显微以外的时间。密码机可以看到第4台、第5台的遗产已经是非常多了。这里是可以挂到墓地外，密码机现在已经是有个4台多。是的，求生者现在其实就可以利用再救一次，到时候把这个局面打成一个平局面以上嘛。对，而且他们这里卡着一个观众效应，卡的也是比较舒服啊。最后2台，然后准备直接开掉。梦幻小迷打算上2楼强行踹一脚。是的，要不然看一下2楼是咒术师，应该能阻止一下。一只猴嘛，你敢踹我就一直电，交个猴，稍微浪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再追回去能找到吗？咒术师是落地了，但这里是可以排到机械师的一个脚印的。那我觉得咒术师直接开爆，让飞行加回去补楼上的密码机，完全可以。因为你刚交过时长的呀。接下来的一切就看咒术师保多久了。咒术师就算没保住没关系，外面还有满状态的人可以过来救这个咒术的。是的，飞轮直接翻板，密码机现在也就差4成了。是的，那最后的一个围龙，密码机30%的进度，神坠能扛得过去吗？又想走一个8字，但是神坠这边反应比较快，你敢蓄力刀8字我就直接哎呦，你那坏了，密码机感觉能脱钩再砸一头，好盖。密码机现在已经压好了，100秒的牵制时长。这把梦幻小迷的围龙其实失误的是有点多了，手上还有50的愿力，但是他现在应该知道密码机要压好，准备开始攒一攒愿力了。是的，他的时长其实现在就是最大问题用不上。哎，这里求生者是选择在没有交围龙的情况下直接通电，因为求生者已经有人贴门了。
那这个板一下，对于梦幻小迷来说，挂上这个人至少还要15秒，所以他选择先去管门。没错，你要挂这个人，这个门肯定是能开的，并且自己的底盘你其实切了也没什么用。是的，切了这个时间他也不会直接好。而且这里把神坠挂飞的话，穷者那边可以去走假门的地窖啊，就看咒术师多久能出门。咒术应该是能直接出门了。大副，你这边是拦不住的呀，我直接硬走了。是的，先切一个传送，看一下门口有没有围龙拦出来的说法。拦不住，大副这边是直接走地窖，那这样求生者也就完成了3跑。是，哇，没想到 TE 在第一局的发挥是非常的惊艳啊，这边是毕竟他的一个争夺面会更高一点。是，也是认为博奖如果这一次不拿的话，后边也就没机会拿了。而且上一局感觉怎么说一些经验。学校门，他是觉得你幸运儿在中场。对，这样的话离迅儿比较远啊，迅儿是直接可以选择进墓地去把墓地靠墙的那个箱子给翻掉的。对，这样一来，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监控者是直接朝着中场去，然后去抓这些幸运儿。看一下，如果想找迅儿的话，得赶到墓地了。不过陈仔没有选择进墓地去牵制啊，他选择往 S 板的方向走。看一下佩佩这里会不会误导？佩佩有可能会进墓地去找的呀。对的，因为这里一直有一个耳鸣干扰，他会认为就是说你这个幸运儿就在墓地里。对，但这个耳鸣其实是2楼上的一个木偶师给到的一个耳鸣，而且他也没有去排到最角落啊，及时回头。那这一波陈仔那边已经翻完了道具，是一瓶香水，回头走，但是这个回头走的有点早。小印应该是看到了。在 S 板这个地方还是被架住了，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单向围龙的。有瓶香水，把自己卡过来，钻过来之后直接放吗？放了，直接打，反正把你道具先逼了嘛。但是陈仔手上还有一块怀表，这个怀表就等下一次围龙了，你敢放我就直接交。是，不过佩佩手上的愿力值也挺多的，看一下，尝试着过来蒙一刀，但是也并没有打到。第2段怀表的话，看能不能直接也是成功。哎，躲掉了，啊，还算摇到了，因为这个监控者好像自己走上去了吗？没走上去，是躲掉了，在范围外。他当时佩佩是假装靠近，然后在最后1秒去钻龙，成功躲掉了。是的，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身位，很极限。再跟钻一波，但这里卡到了一个障碍物上，比较尴尬，可能要等下一个围龙了。是，现在还有飞轮。哇，陈仔这边是不管不顾啊，直接打一个换血刀。那飞轮用着来处理下一波的围龙，飞轮直接顶，但是感觉不太好折掉，毕竟这边是大空地。但我们可以看到穷者的密码机也是3台了，甚至还压着观众效应，想让后面的2台密码机破译的更快一点。密码机现在肯定是够了，就看后边这种救援能不能让这个幸运儿带离这边的一些遗产了。是。这把主要还是在选点上面有点吃亏吧，对于佩佩来讲，因为他前期离迅儿的位置是比较远的，然后提前给 S 板插了一个眼，因为他觉得救人位，你救完人，你想破译哪里？你只能破译这个椅子附近的密码机，是，那只有 S 板附近是最近的了。那其实就可以直接换电了，我直接去换到墓地，或者说换到其他密码机就行了呀。没错。小无伤。哦呦，打到了一波针对，那这里感觉佩佩得盯一下了，看一下这边大副的一个走向。佩佩刚刚在这边去放了一个窥视者，打算去限制到你后边的一些运营，那我就索性直接倒在这里不就好了？是的，是的，陈仔也发现了这一点。你在往这边插眼，那我就不修这里了，对吧？我让大副去最远端再去重新接手队友的密码机，因为他们不是需要新开的，他们需要开的密码机已经最后一台都已经50%多了。确实。哇，这个密码机整整齐齐的压着，上面看似4条密码尚未破译，实则是已经破译了4条密码。哎呦，这个围龙还失误了，没有能够关到白纸。那这也是个木偶啊，就算关到了，其实他也不太怕。对，路易就挡了一波，一刀打到的是幸运儿。对，看一下下一个围龙，但是化险为夷时间，我感觉有机会能够直接把密码机给压好啊。就看补上这个99那台的时机需要多久。穷者准备过来摁头了，人全在这边，2个人摁头，等大副修完再去碰最后一台99%的密码机。其实暂时还不需要摁头，直接就是卡板。是的，先肥胖流，我硬吃4刀，哎，把自己关在了外面。你放了围龙，其实你还是会被夹住在这里啊。是的，而且这块板子还是卡着，你还是过不去。哎，成功通电，一个压起身，反而是给到了佩佩
直接可以把人给挂飞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一波通电的时机感觉不太好，密码机亮的有点急了，你也没有看到监控者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啊。而且当时幸运儿的志气应该是过了很多的程度了，我觉得当时放了围龙以后，陈某人可以不跑，把幸运儿给摸起来，而不是让回光返照来帮助幸运儿起身。有误出现了不应该的失误。是的，那这里来到了门口，发现那边是一个木偶师在点门，想管中场的陈某人。但是魔术师手上道具还是比较多的。看一下地窖的位置是在墓地方向。对于陈某人来讲，手上有飞轮，2个魔术棒，还是有机会可以逃生的。给自己围了个黑龙，佩佩自己也在失误。那看一下陈某人的这一波位，哎呦，还是打到了，对，精准逮到。那这边门口由于没有化险为夷了，不太好救援啊。应该会选择把人往红蝶河的方向去举。是，这样就是完成一个保平。还是比较惊险，这个开门战。这个开门战其实穷者是4人通电，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幸运儿的位置不太好。这两边求生者现在好像是在犹豫啊，这个挽留能拖过去啊，他们在想着要不要争啊。但这个位置说实话还是比较远的，而且如果说想争的话，最好是得有佣兵这样的道具，能够快速出门，才能够辅助魔术师去走这个地窖。对的，到最后求生者还是犹豫了一下，选择不救，走可能就不太妙了。对。因为就很需要移形来弥补你双重惊喜真空期的这一波的一个上球。这拿刀主要是去靠这个存在感，就看你这个张狂能不能提前开出来。开轮之后，你后边这个拿刀剑吧，站台应该就是飞行家跟病患。哎，没有，是把飞行家放到了鬼屋，是选择起点附近。古董商放到了起点，这样直接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抓这个古董商。错，正在往起点走。对的，上一局也是承载牵制了，牵制的非常不错。看一下这一局承载的一个牵制如何。古董商不能第一时间做车，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如果直接做了，那佣兵没有办法，我能直接给你去点这个站台灯。而且佣兵也没点，佣兵是直接选择进行了一个破译，他不想浪费自己的一个跑图时间吧？我觉得想让古董商自己直接坐车。对的，这个地方往前走，第一个双惊喜，佩佩是只上到了1个惊吓标记啊。对的，做可是只能做到2站啊。从左边绕的话，这样子反而也是多拖了几秒钟，给到承载牵制的时间。对的，直接再给上球，是干兵，哎呦，非常的精准，2个球上的比较快了。对的，这里就是不点这个站台灯，你给到这压力了。你在2站其实并没有那么一个很好的环境帮助你牵制。没错，这边空中飞人解锁跳过来一波紫鸽，是打了一棍。对的，因为被沉默了。刚才焰火舞台是封到了承载的一个技能。再给个粘土，想再一叠吗？叠了个干冰，2颗球直接上道。那下一波承载的机关枪就很关键了。是的，假如说你要说能打这个2棍，那牵制密码机就能。哎，躲了一下，应该还有一手点刺的，看一下，能打出来，还是被沉默到了，没有机会交出来。是，主要还是佩佩刚才的一个灵性回头吧，没有被造成止格效果。那对于熊子来讲，其实密码机进度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他们对也是有意识的去卡一个观众效应。那这阵容里边有个佣兵，也就导致他这个密码机并不是很够。是，直接升空过来救，但这波救的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想来一波无伤，还是摊到了。佩佩。再回头去追承载的话，看一下这个位置，哎，一波灵性掉头，佣兵是想帮忙扛吗？扛不了，应该是扛不了的。有化险为夷，2消，后面还有最后1消，想上双球，但是1颗也没上到，这一波还得再躲机关消啊，一个点刺，那这个双惊喜完全废掉了，活出了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这把对穷子来讲，他们的一个牵制时长是有机会够的。对，他的这个2次牵制弥补了这个1次牵制的上一点点空间了。是的，还有个飞轮，但是这波飞轮交有点提前交了，因为他当时是上第2颗惊吓标记的时候交了，而不是说在第3颗要造成伤害的时候。还好，现在的密码机量其实是够了的，就看这个第2个化险为夷怎么去给到。是的，而且对于佩佩来讲，想手以逼佣兵救人。但这里有个护腕非常的灵活啊，技能封住，就差干冰，没错，双球，难的位置还在卡，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打出针对，但是他已经
第二段双龙惊喜，哎呦，打到了古董上的一个针对，那在开门战前是可以挂飞的。这个密码机就剩那个99的了，那99的有没有人能来得去补？这是很关键。那边应该是终点站的，可以贴过去补。但他自己的密码机好像还没有破译完嘛？是的，有破译完吗？哦，陈梦人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他自己的已经破译完。起点的还是差一点，起点的还是差一点。然后雄者是选择直接通电，看一下佩佩，应该是可以确定雄者的一个走向的，而且起点那边也没有车了。所以选择直接移行过去，管一下飞行家。我感觉刚刚佣兵在自己的第一台亮完之后，可以直接去补啊，对吧？他们想卡那个观众效应嘛，就觉得第一台和第二台不要开的那么快，继续压着。这时间其实我感觉差不了太多了，你反而这个跑路时间你就已经耽误到那自己的会议进度了。大图的话，我觉得观众效应是没有小图那么理想的。对，这再给一次，这也是完成了一把平局。这一把其实雄者前期的牵制还是挺不错的。对的，虽然说没有让佣兵去帮忙点站台的灯，但是陈仔也是靠自己的公案去在地图上闪转腾挪，也可以快速的去靠近陆炼师的一个反生。是的，我其实还有点少看到病患去牵制的一个杂货场。因为你起点这个人他反正也跑不远。还是换了。关小迷哦，还是找入殓。是的，还是找起点这个人。那找入殓就可以直接坐车。这样的话有一波反生回起点这么个说法。对。然后佣兵看情况到底要不要一起跟做，你如果不跟做的话，那下来就是扛一波压。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监控者会不会往起点去？不打算往起点去，直接去个鬼屋。是的。因为他知道，你要是说直接做了一个站台的话，他会直接到3站，追击就追击不了了。而且这里耳鸣掉了，那就确定鬼屋的这个人他没有往2站去的，一定是往桥对面走的。是的。猫这边吸了一个藤蔓，看一下，梦露也被架在双窗里面，不敢破译了。这个点位很有可能被猜到，这脚印看到了吗？好像没看到。干扰了一个1追2，那看一下，前面猫猫可能要交第一个气囊了。就看交的时机，是这藤蔓不太好交。先下板，利用板弹往外拉。哎，一个蓄力刀，他是在预判这个气囊会往前放。是，但他其实已经放完气囊了，一波拐弯成功躲掉。梦幻小明也是把藤蔓给取消了。是的，而且这个距离不太好交碎石啊，只能被迫交移形了。这气囊应该是好了的，怎么说？没打到啊！是的。又一个气囊规避掉了一波攻势，但对于猫猫来讲，好像没有趁这个气囊去弹走啊，是选择自己走出来的。这里可是还有个窗弹啊，这个窗弹一交出来之后，又能拉一波大点，直接翻，打不到的。再用个窗弹，这是而且里面的板子还在啊，好像可以翻过去了。前面交过了移形，这一波得被迫再开一个门。你这个牵制时间可不妙了，现在密码机已经是2台多了。我只要躲碎石去吃你的平 A， 跟打邦邦一样就好了。对，这里必须要再吸一下这个地上的能量，然后再用藤蔓赶路，用藤蔓赶路。哎，这是奢侈。虽然不是很懂意图，但是哎，这个平地刀碎石空了，平 A 可不能再空了呀。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道具空一空才能有一些手感。现在再进行一波追击，密码机现在已经有个3台了，正常过来进行。而且你看 TE 这边的选择，他是没有卡这个观众效应了，直接把2台密码机给开掉，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加放心的第4台、第5台直接起。我们可以看到佣兵的遗产应该是91的桥上的，这一波交2个护腕救完人，然后再去补。不过这里吃了一个碎石是比较危险的，离宝不太好救啊。这个地方一个碎石躲掉了，但是他要小心一下震慑，很极限了。这么说，还是卡到了半，太关键了。那这里佣兵可以保证自己没有双倒，去把桥上的修开，再去补队友应该是病患的密码机，让病患再来救一波。是的，这里直接往角落倒，不打算牵制的，没办法牵制。对吧？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看一下病患的那台，病患的那台是少的，第5台51的一个进度，没错。先让佣兵跟他一块进行破译，到时候再回头去补。但3站的话有一个风险啊，梦幻小明是可以主动压出去把密码机给封住的，因为你脸上这台是最后一台，就看他去不去了，不知道他敢不敢。对，我觉得可以考虑去的，因为他现在也担心，你担心这个病患他有个化纤为一，而且他冲击到佣兵了呀，他知道这里
这台密码机一定是最后一台，过来把密码机给封了。这里想直接想秒佣兵，哎也可以秒佣兵控最后一台。是。那这样解决完之后，必须要回头过来把这个密码机强行亮掉了。这样的话，病患就没法保火灾了，必须不能再保抢密码机。这里躲一下碎石，然后没怎么不翻啊？他不想吃这个阵，因为这个碎石它有个延迟的伤害。是。但其实他已经躲掉了，以后是可以再翻的。杂货商的一个刀气是会短一点的。其实哪怕硬吃了也没什么关系。对，因为它只是一个碎石啊，你倒地的话，那不是更亏吗？对，1/4的状态其实不会给自己影响太多的。感觉两边都是比较有来有回啊，一些失误方面。那看一下猫眼小迷在开门战，再去处理脸上的病患。地窖好像不在这附近啊，那还行。拿了过去。哦，地窖是在二战下。对，那就看一下梦露这里的一个位置，他手上已经没道具了，不太好走。对的，身法一波拐还是成功的勾到。这样还是病患可能也是交出了比较多的道具去，他的3个勾吧。没有可持续再生道具的 OB 位他没有了，但是有可持续再生道具的修机位他又来了。没错。不过好消息就是你做瑜伽就算跑，它也是跑直线嘛，它不是说这种道具可以去帮助你规避掉伊斯人的吼这种道具，对吧？我还是有机会能够用也更争更多的上限。中场的守墓人右半场的邮差，然后狮子楼的作曲家，以及灯笼门的火灾调查员，十字星的一个悬点。这守墓人得小心啊，因为现在情况很有可能一追的就是他。看一下这边是直接把医生往中场走，看一下顺便能不能干扰一下守墓人破译的密码机。不过男的走位是往小房去的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好干扰密码机了，直接选择落地传送，吼了一下59，男的侵蚀值有点高了。哎，这个位置，还好精准。哦哟，本体吼出铲子了，这一刀也太快了吧！那这样男就有点难牵制了。是的，有点太难受了。这里铲子还被打断了，等下一波附身跟上，其实这一段时间苏打是完全可以接受逛街的啊，毕竟他的闪现也没好，我闪现稳稳的收下你一个救人位。最恐怖的是什么？这一把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对，我把你这个单化险为夷给你这样去抓到的话，你谁能来成功救援呢？这个地方吼一下打断，打出来，把铲子打出来，你这是个慢反呐。对，而且他没有双弹规避自己的一个身位，让自己离开。是，现在守墓人下一波附身马上就好了，只要等附身好了，把医生拉过来就可以终结，甚至都不用拉了，直接交闪。这个距离要交吗？我感觉他想要省闪，尝试一抽，再抽，哦，感觉没必要啊，节奏这么好，真不要贪了，对吧？你如果说把医生拉回来，哎呦，地下室。这地下室可太舒服了，这地下室真无敌了，没人能下去，你下去了没人能上来。你守墓人一个人就给了3刀啊，他现在就差1刀我就有2级了。是的，现在赶紧用异神去干扰外面的密码机，这一把对于苏打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开局。现在求生者必须要派2个以上的人来。才有机会救下来。是。那如果说你不派2个人以上过来，那么你至少得有1个人过来卡耳鸣。节奏真的是不太舒服，因为你现在首先淘汰1个人，后边谁能扛住这个压呢？是。直接不救了，没有办法救，因为你一旦过来救的话，既没有就是说让守墓人能出这个地下室的可能，也会给到这个交锋者直接2阶。对。到时候他传到谁都会直接能拿到1刀了。是的，我觉得这里过半了，可以主动一点吧，去逼一下邮差的身位。是的，直接出去就让他们来救。对，但是邮差躲的位置还比较好啊，躲到了角落上。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密码机其实进度还是挺多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来救人嘛，然后苏打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干扰外面的密码机。是的。而且邮差卡到了2楼，我觉得得换目标了，直接管外面的作曲家吧。这一波医生的吼是吼空了，是比较亏，拿不到节奏。这伊斯人得一直去赶人，守墓人挂飞，那现在苏打只能继续被迫追作曲家了。是的，现在需要撑出来很多的时间，选择传过来。管一下陈某人，但到这一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他现在你这个闪现并没有好，拿不到这一刀。是的，而且他也没有2阶嘛，对，所以落地以后其实是比较难直接拿刀的。
是的。那对于苏打来讲，就边 PB 道具，把求生者的道具给消耗一下。但很可惜，有2位都是可持续生长的一些道具。他现在其实拖时间也行，他拖时间的话，自己的这个2阶就慢慢就好了。对，因为他自己带了张狂的嘛。拖是可以，但是你不能让他们的密码机这么肆意的去修啊！这修的越来越多，你这开门战可能就还是要面对一个3人了。如果也要压好了，稍微逼一下道具。密码机遗产都是挺多的，但如果说求生者只要有一台被控住，他们就得去换台新的了。所以看一下苏打怎么选择吧。传了过来，但是传错了。是的，陶片没传对。那这一波93的金石值又给跑出去了。还好是没有用到这个2阶，因为这个2阶还没好。一旦这个2阶好了，你把这个2阶用出来就炸了。这个地方闪现好了，而且有2阶也好了。喷，终于拿了这一刀。对，作曲家也是知道自己98的一个金石值，可能说也主动回头看了一下，把金石叠满。那现在想去控2台密码机，小房的是比较少的，中场的会稍微多一点。他中场不是很敢走，而且中场都是74了。对，因为作曲家已经离中场那台比较远了，所以他是果断的出击了。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先摊到火灾一刀，一定是能摊到的。那火灾反正气囊是他不会用的，对你气囊一旦用了就真亏了。那现在赶紧把医生再去中场把作曲家给赶走。92，那作曲家可能要强开，因为他附身 CD 还没好，还没有到，来得及吗？98、9，没有飞轮，这里不敢开了，直接交闪把人打倒吗？密码机现在没有人能过来进行这波破译啊。是的，那这里把人给挂上，中场这台其实已经不太管得住了。是的，这个点位。求生者还得派个人过来救人，但其实谁到密码机边上，他就附身去管那个密码机边上的人。火灾有飞轮，这一波吼到了也只有99啊！看一下苏打，哎呦，提前交了飞轮吗？那可以平地打倒了。这波击倒的话还是一样的，99密码机没有人能过来碰。对，我再给你挂回来，就一直换挂。他要拖什么呢？我一直在拖的是自己的闪现。我下一波开门战之前能够把闪现的 CD 给减少一点，那就最好。把人给放了下来，你谁靠密码机，我就附身谁。我现在就等闪现，把自己的闪现和自己的2阶技能给拖好。是。换上了之后直接附身。对，2阶差不多好了，那谁敢靠近密码机吗？不敢贴呀。他必须站在外面，然后等邮差插刀的时候，一个加速，作曲家加速插冲到密码机边上来开启。现在就等。救了下来。这里一个肥胖流，现在也是在骗。你这边给机会，直接传过来，99、100，哎呦，没有躲掉，这就没有飞轮的一个情况啊。是，又完成一次换挂。对，甚至他交了加速音叉，还是没能冲出这个圈。他没有那个爆发，对，没有那个爆发时间的话，你是冲不出去的。因为你敲的第一下，其实他加速不是最快的那一波，你还得后面的几下音符也给敲中才可以。那这一波再次。换挂又轮到火灾的回合了，火灾必须去贴密码机，这2个人可能，而且火灾也能被附身。那这里邮差如果继续等，怎么说？打到的是邮差，贴到密码机了吗？直接通电，是的。苏打现在手上闪现还有30多秒，2个门一起控了，是有机会的。看一下，应该是中场先附身一下，选择落地吼了一下，本体吼空了，耶！第4人也空了，是的，那边门已经开始点上了，这个位置是有地窖的，而且闪现没好，还要跟吗？不派医生去管闪门吗？那边的门可就要开掉了啊！把医生拉回来，那应该是准备针对邮差了，不管门了。那就先保平。是的，哇，有点可惜。当时如果说两波吼中1个的话，他就能有机会打倒再管门的。是的。他只要能击倒了自己这手里的闪现，也就马上能还好。我出去再控一个人，那这局面就能让他有一个3面以上。是的，苏打这里也不太着急啊，他应该想着等一个附身，等自己的闪现。那邮差怎么都不太好走的。在这上面，他想卡陶片，把陶片卡在下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附身，可以附身，陶片就在下面呢，本体上去赶他呗。对呀。哎，反弹，哎，这个地窖可就在前方啊！不对，哎，又吼空，2下全空，那就等眩晕之后直接交闪。是的，
也是比较惊险啊。是，对吧？其实开局挺好的，但是守墓人从上挂到挂飞这段时间，苏打是没有机会能够去外面逼迫求生者。没错，而且他们的2位牵制位主要亏在修的确实是非常的快，但是这里求生者还想着过来试一下吗？想去点另外一个门吗？他们想尝试争一下，因为挽留马上要掉了，只剩13秒。对的，而且有一个气囊的辅助，但是我觉得灯笼门应该是不太好点的。能够5秒吧，直接破门了，不管了。医生直接拉了回来，那边门口是给到了一个陶片，因为你没有挽留，你就算传出去你也秒不了这个作曲家。脸上有地窖，是的。这个陶片怎么说？打断了一手，一刀。那这样的话，留火灾啊，留火灾。但有飞轮，飞轮能预判吗？哎，清用早了，但是走了，能躲掉这一波吗？门口掉，只要扛到这一刀，哎，扛到了。那地窖也能走啊？那这传回来吗？没有用啊，把自己架到一个板子里了，完成了3炮。是的，哇，这一波是有点没想到的。那这样3比1，我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你小时家，我又能扛钩，我还能去吸出这个书，我把你换位，直接给你卡断。对，你这个就很难受节奏。鹿头他打这个阵容就是有克制的点，也有被克制的点。对，我觉得他最克制的一点在于拉队员，如果说交加速的花球以后被勾回来，是，那我打完你一刀，你还得在原地减速，你还感觉这拉队员应该不太现实了。要不直接去找昆虫吧，也没办法，因为你拉队员这点位太安全，他可以直接带到那边的一个地下室。这边先做一些陷阱夹，说提前封住。可以看到神锥也是往中场去，对莫安小迷再封一个夹子，但这个地方还好，因为如果绕回大房的话，基本上会选择上2楼，不太会用得到，顶多在看门站的时候可能会去偷袭一下，有一点伏笔。对，那这里莫安小迷把大房布下天罗地网以后，选择不追吗？那你前面2个夹子等于白放了。他想找拉队员。是。那可以看到猫猫那边也是提前往110窗去靠了。看到拉队员想反绕。是，但猫猫并没有被骗到，一勾交一次钩子用来赶路。是的，再交猫也是交了一个加速，是直接上楼，然后昆虫这边也有个虫群可以帮上忙。是，这点位跟昆虫的距离还比较近，但前期等于说2个队友都在跑图啊，没错，没有一个破译的机会。哎，这里为什么不考虑把上面夹子布一个再跳呢？板子并没有盖。他不知道那边夹子封了，他看到了以后再回头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里移形和钩子都好了，梦幻小明可以直接交移形过虫，然后再去勾猫猫，这样打倒，牵制就直接被完成了一个快速击倒，节奏上完全不够。是的，有点亏了，有点亏。还好没有地下室，这要有个地下室，你哭丑也难救。是。其实对于那个夹子的控制，感觉还是哎，我推到了板子，这是什么操作？这个操作妙啊！神了呀，神坠！这一波是把前期崩掉的节奏给扳回来好多。是的，让拉队员往外跑，再帮忙扛钩，飞轮再顶，虫群还能控。这样的牵制时间其实还能我强行逼你换挂呀！是，而且他这一波换很赚，为什么呢？因为你拉队员是带化险为夷的，对，他到时候被摸好之后有一个多拖20秒的时间啊！而且你这一波交钩子过来，身位也还会被拉很远，上面的板区那个夹子没有放就成为伏笔了。对，这个地方板子还在，哎，这个板子也算猫猫给神坠留下来的吧？这里甚至还是骗了一下出普通攻击的，是的，虫群是收了。然后再往楼下走，这个地方还预判到了鹿头的一个反绕，继续上楼，还能走，还能绕。这个虫群打了一下没关系，再收。是的，还能再堵，堵在这个口可以直接绕大圈了。虫群一收，是在预判，也是骗鹿头出刀嘛。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是得把虫群先处理掉。是的。哎呦，但解决不了啊。天胡开局崩了呀，被神坠了这个昆虫，这一人之力就把这个局势又给他扭转过来了。对，而且拉队员直接过来叠基地，他最怕的这一幕来了，坏了，再一勾啊，没有办法勾到，直接出刀了，省了。脸上是有一台大遗产，没错，是第2个移形都拖好了，才把人给打倒。
那这样的话，勇者的密码机是有机会是很充足的。正常救援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让队友直接带走，因为这里就是一台遗产。是的，拉队员过来的用处是什么？就是我叠基地能叠够25成最好，对吧？我叠不够的话，我一会儿化险为夷套上，然后再破再来遗产。哎，一发火箭直接无伤救，打了一波偷袭，想再扛一下，很赚。是的，这一波苦手救完人吃刀是很能接受的。是的，这里还要叠吗？没必要叠吧，直接修吧。应该就刚才随便叠一叠而已，给自己一个小加速。是，他叠一下队友嘛，给自己也能用上一个加速，然后再赶过来救人。里面马机一亮，到时候苦丑跟拉队员一起救援，这路头就很难反制了。对，这个开门战好远啊，最后台遗产他也不太能出去管了，管不了。最后台密码机是气象在破音，你根本没有资本把他给留在遗产级别上。对啊，你管他没有用，你赶他吧又赶不走，他是个满状态也不怕击倒。能提前布局开门战了，先放一下夹子。这个点位怡宝无所谓，先持刀。但是这个叠的基地并没有叠到25层。那前面好像没叠他，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过来的，分头走的。一勾，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压起身了，找机会用个钩子处理。哎，也亮了。因为你刚教我钩子，所以我这里敢直接通电，而且勇者是可以直接点那个灯笼门的。但还好那边门是下了个夹子，所以这里暂时还处理不掉，直接打了一个5日这等等这个局面的话，奇人梦幻小明有机会能平的。不对，苦丑在边上，苦丑在边上。想偷袭，能偷袭到吗？一发火箭过来了，打下来。是的，梦幻小明没有注意这个耳鸣。是啊，那这一波推下来，再一勾勾倒。飞轮躲掉这一次攻击，还能办？达到了恐惧震慑。但门口已经要开了，灯笼门能开吗？但你钩子没有，钩子没好，猫猫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他往外拉，他有2花球，一个推进去，推了过来，啥也没有发生。但自己没有道具了，选择回去勾李宝，但是宝这一勾躲掉了。是的，这里给上激励，盔小手是可以小加速的，加速到了板区，有点难处理，能打到一刀吗？反手应该漂亮，再扎一头，莫爱小明没办法了，因为地窖就在狮子楼那边，如果再不回去管，这把有可能要死跑的。人已经起来了，起来之后旁边就是地窖，必须要再次击倒。是的，那最终气象也是往门口冲，这把求生者应该是要完成一个3跑。是，我说实话就是这种阵容看着这比赛才刺激。有一说一 ，T1求生者打的牛啊！这个求生者这一手气象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对，气象可以说站在高点就是一个安全点，是，它是可以稳定携带化险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对，这个阵容选出来，如果说你只拿了2个化险为夷的话，就有点亏，说实话，因为每个人牵制能力还都不错，但是又都没有那么把中场这个位置给到了魔术师，让魔术师去抗压。那这样看来，魔术师在中场选的话，可能他会不会就不要化险为夷了，他就纯牵制。对，就是来看一下博强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往中场稍微压一下，攒攒冤力，看看中期的一个求生者的排兵布阵是什么样的。开局的一个跑点，魔术师是直接在你脸上开始牵制。东玄的话呢，是不是就直接开追魔术师了？魔术师的话也是正有此意啊，因为你把魔术师这个角色选出来，他不带化险为夷的情况之下，对于队伍的帮助就只有牵制了。但是看一下压一下这个气象，找气象学家，气象学家这边是没有做好牵制的准备，虽然说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不太好教。对，东玄这波转头来追气象，也是猜气象可能带了化险为夷。对，气象的话呢，他这一局恰好又是个纯飞轮啊。下来，高低差，他手里一开始是风，后来又换成了云啊，然后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层云飞上去了，哎，同学，高低差没控制好，确实，笼子起的有点小，对，有点小。还有一波愿力，看这波愿力怎么操作。前面的话手里还是有高低差，不太敢交，还可以用强风，手里捏了一个强风飞轮，这个想法非常好，对。其实先飞轮就能把强风交出来了啊！交出来的话呢，我就可以开笼子，或者说我钻笼子。对，但主要是磊磊走到角落了，他那个位置比较尴尬。对，所以说他就要拼一下手速。这一波的飞轮是有点按的提前了，但是好在场上2个化险为夷都可以有用武之地。看一下这波救人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气象学家现在在被追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大副这波救人不允许双倒，而且甚至最好是只吃半倒。对，求生者这边也很稳定，已经卡好了观众效应了。对，哎，这边的无伤，
能无伤吗？无伤了，伤了。要不要再补一刀？看一下，就是要再补一刀，不能让你无伤救。那气象要逼闪。如果大夫给一刀，因为气象它是能帮他调状态的。现在气象没有办法帮他调状态，他要把闪现逼出来，减轻一下后续牵制的一个压力。看一下，有道具前面有个板在笼子中间。一个强风，但是东玄这边躲开了，还是亏了点身位。准备钻龙交闪，那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一波。那这样的话就是双方换了一波资源，不亏不赚。对。看一下这波救援应该是木偶师过来了。不过这把的密码机分布好像还是有点分散的，求生者的密码机破译的速度有点稍慢了。也是前期没有预料到可能会去换追气象，可能在故意压观众效应吧，一台都没有亮。那这一波的话，为了让收益最大化，马尾得再多拖一会儿吧。对他得再多拖一会儿，要不然外围的观众效应没有办法压，而且大副很有可能是没带观众效应的。所以说，就魔术师一个人在修这12%的一个加速，能多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东玄这个位置不着急，可以看过方岛的。过来，反正打到这波针对。然后木偶师那边的话呢，因为是提前交了路易，东玄也不想打他一刀了，就求稳。对，等一波手里的技能。那这样的话，再想回头看一下马尾，方岛看到了，可以。另边磊磊交出层云。对，马尾看来是有点太嚣张了。这个位置交层云有可能是八角印消掉的。对，有可能是找不到，但是实际上还是够强。刚应该是看到了。对，因为他这个轨迹是确定的。对，刚回头看了一眼，余光应该是瞟到说他这边是有一个层云的交出来了。哇，刚才是5台90多的一个盛况啊。对，然后现在这个全联赛最会压机的队伍。不过东玄这边底牌已经交掉了。是。也没有说去再踹一波的机会了。已经是传送了。但是魔术师很紧张。顺一下这拆笼子，对，能少吃半格伤害，或者再逼点愿力。愿力过来，这台密码机不抢吗？这台是太好抢，应该是90那台啊。那这样的话就没法抢。东玄这个还能再消耗一下道具，那就要抓紧时间带走了。那给刀，回头看一下，中博已经在点了，要不要回头？我觉得可以回头。哇，没亮掉，98，差一点，真就差一点。感觉还不如2个人抢。这样的话，大飞得过来3刀，大飞得过来，到时候3名求生者都得被压在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马尾有点危险的。外围机子可以亮了呀，说实话，外围机子得亮了呀。外围机子不亮的话，对，大副这个时候才亮，过来有点晚感觉。因为他底牌已经交了，就算是吃长你也认了，对吧？你外围机子得亮，就基本上是奔着3、4去了。但现在还没踹的话，基本上就不会了。对，但是这波救人的话，得把木偶师自愈拖一下。不过东玄也可以再回头去赚一波木偶师的一个上挂。想直接亮了吗？看一下这波，想直接亮了。好，那想走一个。看一下大副手里还有怀表，脸上扛压，直接交表，可以强撑。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把位置直接透出来。很极限，哇，差一点，哇，转过来，刀尖舞者，就差最后一点点，太吓人了。再博弈，但传送还在，门还没有贴到。表好像贴到脸上，还能咬到，哦，第3段可以摇到了。再把笼子拆掉，愿力能抢救。看一下，直接扯了，没打到。魔术师他是直接下来交了一个魔术棒。这波真的没打到太亏了，不过好消息是转过来之后还能倒。一个月龙还是击倒了魔术师。看一下手里的传送，大副不太好走，地窖有点远。大副想去堵一下大房地窖点嘛，但是不在那边啊。哇，这个应该是在绿河。耳鸣好像是能排到的，不过有可能能摇下来，还是得挂左边那个椅子，比较求稳一点。对，挂左手边椅子应该是摇不了的。确定人在大房，挽留还有60秒，手里一个笼子的愿力，不着急，慢慢排。东玄这个时候可以往后面走一走，去把耳鸣消掉，去判断这个30米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哎，你看狮子很神秘啊，钻得很深，都溜走了。哎，看到了吗？猜到了，看到了，看到脚印了。那这个应该是很难走。这个笼子起的好像有点远。这波拆笼子是不行的，因为拆笼子的话你亏身距。对你因为他愿力是足够多的，拆笼子亏身距，下一个笼子直接收了。但这个位置所以要钻笼，压到了。哦，一波到了，一波抽刀直接抽倒，那这边木偶师逃出庄园，这边全拿到3抓，相当于东玄他是看到了狮子要先下板，然后他再反应了一下抽刀，对，很稳健。而且东玄那波大房的排耳鸣点也是很精髓，我先往里面，真的是，每个角色之间都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对的，那来看一下这边阿乐也是喧嚣，打喧嚣这套阵容的话呢。
是可以的，就是比较常规。看星儿能不能在喧嚣赶来之前摸出一个道具吧。不过我感觉求稳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考虑先上2楼，对，不要那么着急去摸道具。反正我觉得怀表优先级还是要高一些的。当然要是护腕什么的、球什么的，好像也行。来，进到游戏看一下，这边阿乐也是直追玉林。这个位置应该不会有什么变招往中上去压，这时候玉林还是得针对一下。玉林这个应该是来不及翻了，就直接求稳上2楼。如果选绿河下游的话，应该有机会翻。对对对。但是万一他监管者选在绿河上就毁了。好，这边直接过来追救人位，试一试。在第一局无敌的守墓人究竟无不无敌？还差一个红球，第一波双惊喜，2波命中，非常稳定。阿乐这个想法还是可以的，主要也是你幸儿这个位置就没办法摸道具，再要去外围摸道具就花很多的时间了。是的。守墓人前面这个双人惊喜啊，要准备躲红球。看一下，说明身上也可以尝试直接交一交。对，身上有2颗球的情况之下，一般就不选择位移了吧，除非是铲子已经快用完了。你看铲子快用完了，我交这个位移，然后这边给了一个定点，但是安乐好像哇，这命中还行。我知道他瞄，你知道吧？他得瞄得越准，他才打得越准。他反应可能就是说不用那么快，对吧？但是他只要瞄准了，我把这个人稳稳的击倒，就是好消息。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要不先踩。前面一个空中飞人追上，对，这跟上下波双球，破掉再叠双球，还差红球，直接恐惧震慑，单人开2阶。守墓人这是给阿乐直接开到了2阶段，张狂制造机。那我看这个守墓人救援这一块儿，看一下大龙怎么选吧。大龙应该还是要救一波。而且你看，幸运儿是直接把自己的幸运包裹开出来一个护腕，那这样的话没时间再去摸道具，密码机还会慢一点点。我得想一下，就是这个大龙他怎么样才能不双倒啊？因为现在是2阶喧嚣，不是闹着玩的。一波前面无伤接近，看一下双惊喜接，双惊喜，还差1颗，还差一点。大龙的这个走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避免了一个双倒，只是吃到了1刀。前面去找一下一花的话，因为手里没道具了，基本上没有办法牵制起来的，就差一颗红球。看一下到时候玉林能不能摸把枪，枪来了，枪来了 ，OB 位来了，是吧？我是一个3层猴的往角落倒，对，不着急，这个时候玉林可以卡一波，再救一波密码机，看看能不能拖到最后一台打拉扯。是，这一局的话，其实只要没有一个双倒，密码机它是有机会够的。因为魔术师他可以去起心机，对，但这边一波是空中飞人直接贴脸，找到了，但手里有枪，其实是没有那么害怕，还有飞轮，这一波玉林的压力不算特别的大，对，手里还有护腕直接贴脸，看一下破秀人开刀了，但是分身不会被打断，所以还是拿到1刀，但很求稳，是已经靠着庄园老友拉开，对，其实只要不双倒就是胜利，对，就是成功，因为他们的话目标不会特别的高，只要保平就可以，所以这个节奏是现在看起来很平，非常稳健。前面的话，你看一花甚至还能6，还要等下一个双人惊喜，相当于幸儿这把枪又为一花挣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对，那一花的话，这一局100秒的时间已经是比较不错了。而且你看，还给玉林拖出了一个摸针的一个时间，到时候自己状态能自己弥补一下。这局再加上是没有人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也就意味着到时候中后期打拉扯空间是非常大的。对，这样看下来，可能打大龙那一波双倒是唯一的机会了，但是没有把握住。对，因为幸儿你把他放在外面，他太可怕了，这个角色一会儿就是医生，一会儿就是空军，一会儿就机械师，一会儿佣兵的。对，这个真的很可怕。幸儿自己状态也压满，来这波压一下大龙。但大龙这个地方明显是不干扰密码机的，而且手里魔术棒也很充裕。魔术棒交了之后，直接一个反走。前面的话是板子没了，但是你看他还在利用走位去躲掉这个其他颜色的球。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倒地。对，逼了一个绕场谢幕。但是这个位置有地下室。对，但是没关系啊，全员回光返照，对吧？我薰儿或者木偶师过来救一下。有地下室感觉亏一点点。对，那肯定还是没有好。对，肯定还是没有好。这个没关系和没这码事儿还是两回事。玉林这边又摸了一个机械玩偶，看这个玩偶怎么放。看要不要贴门吧？对对对，贴门的话，这局有平局面，不贴门的话，可能就是一个3抓了。3抓，对，因为地下室还是有风险的。当然，我觉得魔术师也是有牵制起来可能，而这个地下室挂完之后选择不守，直接出来压玉林。他是选择他觉得玉林是要来救的，压得很好，但这个时候军少天是可以直接过来打一波换位的呀。对，这边假装远离地下室，实际上也是真的离开了一段时间。对，而且木偶师下来救人更稳。摁出来了这一个路易。
选择直接打清一下球。那边密码机是让星源来压，直接扯下来。双球能不能上？直接击倒一刀，直接亮点亮，再交一个路易加速，很稳，都能出得来。是的，选择一手上楼的高低差，现在双重惊喜还没有好。哎，先跳过去了。不是这个诗句和荡秋千的动作很像吗？不像吧，主要也是想着阿乐想先抢一波荡神的机会。对，但是他远程的这个双重惊喜放的是非常的精准的。那这样的话，就看这个移形的方向。门口有点不太对，另一边的门已经被娃娃点开了。但这没办法，这2选1，这没办法，这个2选1没办法。哪怕说船那边的门，也就尝试中后期拉扯，还是有机会能保平的。对，因为你看，其实大龙刚才在小窗口里看，他第一时间不是铁门的，他是防你移形到门。我可能要走地窖，对，还走了一个小甲，有一个夹子走位。哎，这边什么意思？想让娃娃出来，娃娃出来走地窖，救得到，这局应该还是保平。来给个视野压迫，这很难吧？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我有一个娃娃，为什么不试一下呢？电量还有3，你看现在就是已经让阿乐有点怀疑了啊，但是走了，还是全场保平。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也是朱雀拿到了一个5比3那个比分领先。是的，那现在对于 JW 来讲的话，别的角色可能追3台也许平不了了，但是邦邦追3台的话呢，他凭借手椅有可能要1，你有可能救不下来；2，你有可能要2个人一起来救。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话，就会导致别人溜了3台，但实际上在邦邦的眼里也就2台多一点。对，不过求生者这个阵容还是比较不，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在台上打，然后呢打到一半发现这现在换一个职业选手上来也难以挽回这种危机了啊。所以说大副已经是比较好。进入比赛画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波追击的啊，目前的方向还是往玉林的那边独栋那边走的。他方向那压一下。玉林这一局是一个纯飞轮，就看他的个人牵制能力怎么样了。对，把人压在独栋里面，攒雷。我发现邦邦对于左上的这个天赋是不是还挺有依赖的，是吧？有狂暴啊、愤怒这些。对。然后再加上有一手快踩，这是快手点的也挺多的。玉林这边直接从独栋溜达出来，去坐车去墓地了。对，那这样的话，阿乐还得再深追一波，追到墓地。嘿，在墓地追人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墓地的话他不干扰队友啊。不过开局6颗雷也还行。看一下这波，先把往右边走的一个走位封住。看这边应该是知道了，有人在绕车，绕一圈过来反绕，但是很聪明，玉林没有被反绕到，换位过来，强进墓地。能接近墓地。进墓地的话，2连雷炸到一下，还行。那这样的话，手里有一个飞轮，看搏一下下波雷，因为现在手里雷巨多。对，2秒雷给压力。飞轮被骗出来了，3连雷连炸到，可以。哇，阿乐这个连雷真的是非常熟练啊！下一波2秒雷在封窗口，走位躲开，炸到可惜。遥控雷炸到了，这边移形想省一下，但如果你省这波移形，隐喻要被吸出来了。主要也是没办法，手里雷不够，如果雷够的话，这个移形是可以交的。对。过来，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倒地，没办法，太大的问题。你看这波牵制啊，就比较考验救人位，对吧？比较考验一花，是吧？别人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再挂过来压一波大龙，哇，那这一波其实对于阿乐来讲，前期赚的挺多的，非常多。大龙被赶来赶去的，从墓地赶到这个红蝶亭，又要往独栋走。对，看小空雷能中吗？不过这个距离应该中不了，很难。对，而且引爆的也比较慢啊。看一波一花能不能无伤，或者说只是一炸把人救下来。因为这里的椅子上的雷其实给挺晚的，对，没什么压力，救人还是比较稳的。想吃炸，这个位置吃炸直接强扯。对，那这样但是补到了，恐惧真是拿到了。对，双倒的话就需要少天啊，非常亮眼的发挥才可以。要很多的时间，确定。前面的话硬走啊，硬抵这波伤害，不想跟丢。连雷，反正我是靠远程拿刀的，而且开出2阶了。一个换位，前面先把雷丢出去再晕。这个2阶封不住了呀。你想进墓地是吧？不给进。好，进吧，进吧。没办法了，这雷不够，拦不住了。是，这个有时候也是看这个手上的资源，要看看能不能击倒了。哇，玉林这一波博弈，这波反心理走得很好。是的，前面一个5秒雷，玉林选择硬走，预判到5秒雷。知道你雷不够，我看一下走空地能不能又硬走，拖出来。哇，又拖了一个遥控雷出来吗？玉林。不过你看他的隐喻已经吸了3/4了，还差最后吸出来，再保一波，到时候还有一个3-6的机会。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人救下来，谁就是本局最大的功臣，对吧？因为只要救下来，玉林就会感谢他的。
啊，他手里是3/4的一个隐喻，那距离有一个隐喻，那也差的还差1/4，不多是吧？稍微吸一吸，也有隐喻一下，队友一砸，只要这个人救下来，对，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考虑直接卖了，哎，确实，太远了。对他们想了想，你看玉林发的信号，那玉林他在椅子上他都想着去帮助队友，而其他3个人丝毫没有这个想法啊，真的是令玉林心寒啊。没办法，主要是这个点位远离尘嚣，说是，哎，确实太远了。飞行家加高喷也不一定能救得到，感觉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墓地这个椅子怎么经常被卖啊？好远好远，可能这个点位不是很吉利啊。看看这波谁来2手节奏？手里有移形，但这个移形不太好交，一直在找外围的那一手弓箭手，是，但弓箭手一直在藏。他们会不会看出来没有挽留这个事情了？应该是默认没有挽留的。对，默认没有挽留的话，就是我要等开门战3人3跑，慢慢哎，这个点很难躲雷，不过移花还是做到了，没有完全做到。3连连到，看一下第2波。对，这波是怀表没摇到。对，但是好在是走位躲开了刚才那波2连。回头看一下躲一下偷袭，哎呀，没躲掉，有点远，有点晚了啊！遥控雷是封住前面的路口，但是移花左拐了。但是上高低差，这个位置还能再稍微牵制一下下。不过前面应该是要差不多准备倒地了。对，前面的话应该是能够进板，选择直接点亮，没有挽留，不拖了。硬追移花，这样要把移交出来吗？喷平走了，但是地窖就在墓地门口。看一下弓箭手的话，前面应该有人来接吗？少天来了。移花自己凭借走位躲雷，一个远程2连躲开了。这个位置只要不吃就行。少天，对，一箭穿心。前面板子帮忙下一下，移花有壁弩，这位置有壁弩，还能再补一下壁弩，看一下。那选择追你了，选择直接翻过去，遥控雷炸到了，可以。但是他现在往墓地方向地窖点冲了。这个时候少天这箭必须得中，命中了，手里没有雷了，要跑了，拦不住啊！直接叫飞轮连不上第2个，直接拿下3跑。想念挽留的第1天。一系列的感觉好像也就拉拉队员好抓一点点，拉拉队员人家还有嘟嘟啵嘟嘟呢，是吧？哇，砸过伤的拉拉队员直接成 OB 位了呀，妙不可言。这可能不像喧嚣那样能够神挡杀神那种感觉。而且你想，现在这个点，无论我追火灾还是追这个飞行家，他都是可以拉拉队员辅助的。我一个振奋。好，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起追的人是不是飞行家。但是飞行家的话，虽然说是化险为夷不太好牵制啊，但外围毕竟有拉拉队员的一个振奋，可以帮助自己去刷新自己的冷却。是的，而且这个点位也比较适合用他的一个高喷远距离。是的，他要先把这个门拖过，然后呢，我再出去。对，再然后好一点，或者说再尝试里面绕一圈。对，再说。交一波道具，看一下这个藤蔓。是提前交了这个喷气背包。那拉拉队员这边暂时还不需要帮忙，因为周末这边觉得自己能够拖出来下一个喷气背包的一个 CD， 但是这边可能需要走位躲一下。哎呦，命中了！你看看，你说要个振奋费什么事儿呢？是啊，是吧？咱们就是说，非得搞这种自己一个人努力扛下的操作，风险操作，说是对，没事儿。那一会儿磊磊得出手，得主动出手了，看能不能上2楼。可能不需要周末他去，要不要接一波振奋？这个位置是可以高喷。哦，来了，他原来是准备来一个组合技，这边直接交移形跟上。过来没关系，还是有这个喷气背包的。气囊交的还挺好，刚好封住了。是，把这个气囊打掉，再过来陪跑一波。现在手里是没有藤蔓的，当然有碎石，不着急，赶紧是提前进交互。哎，歪了吧？我有点歪了，看反了可能。那这波可能要准备倒地了，点位有点压力的。直接过来骗一下飞轮，直接击倒，没有飞轮，确定了。是的，那就是没带牵制天赋。对，我觉得是不是还是第一次给振奋好一点，对吧？第一次给振奋的话，你第1刀拿不到，对，然后你移形拿的是第1刀，然后你碎石可以不躲直接下板，对吧？硬吃都没问题。感觉还是第1刀拿，第1刀的时候不是第1波的时候给振奋好一点啊。那看一下佣兵这波救援，手里有一波碎石的机会，这波碎石看看能不能拿波节奏，多拿点存在感。对，就是一炸一刀，尽量拿一炸一刀。对，狮子的话想等藤蔓地上藤蔓这个过了之后再来，直接先硬吃藤蔓，但吃藤蔓的时候可以补一个碎石。再等，哎，过半了，过半了。那这波手已非常成功啊！
哦，走位躲开了，扭掉了，可以回，但是没关系。但手里没道具了。没道对于具了。东玄来讲，这个位置还是要倒了。走位，走位，你看东玄他也在骗扭。掉吗？哇，还哇，回还在手。扭，一个八字扭掉了，非常漂亮。周末，我说实话，挂飞的人是真的，他的这个操作会被更激发出来上一层楼，了，你知道吧对？但这个位置没办法，没办法，有重金之托，点位还是得倒，对，移速太快了。重金之托刀起加强，这边飞行家直接挂飞。手里还有移形，看二手节奏怎么衔接谁呢？找一下不及，狮子的话，手里2个护腕，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害怕。这局要想想办法，怎么样3人3跑啊？对，压磊磊，磊磊是啦啦队员，是3个角色里面最好抗压的那手角色。对，不能省花球了。过来能进板吗？有一个减速进板了。但前面这个位置感觉碎石应该是要硬吃，飞轮躲掉可以。哦，前面选择硬吃一刀，硬吃一刀，然后双板下掉。这边可能要继续去前面的一个2窗1板。不过密码机其实你看也啊，被困住了。了。是的，密码机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波救援的话呢，得先让火灾大船员过来救，然后呢，佣兵修完独栋之后再去红蝶亭。挂上，那中场这边马尾已经提前过来了。马尾得等一等，狮子这个位置亮完得绕一圈才行，不然的话走大空地很容易被接。对，密码机亮了之后呢，佣兵那边直接从2楼下去往看一下东玄这边就是想截你，直接来一波拦截。但是这个藤蔓是缺了一点点距离啊，对，差点距离。看一下，哇，好命中！那佣兵这边要往遗产方向去了吧？而且有点不太好，这把是有底牌的。是的，底牌还没有交 ，CD 还有35秒。挂到遗产88的遗产，到时候拖一波时间是有机会能时长踹一脚的。哇，那如果是一个88的遗产，但时长踹也没事儿，因为佣兵下来能溜的。对，对，佣兵下来能溜，所以先不着急，先封住再说。看看这波生者必须得外围兴起，啦啦队员已经去 S 板了。是让马尾这边过来救。哦，这个门开的啊，是给我们这个双11拓宽了。过来这个位置，可以吸波藤蔓，吸波藤蔓，然后去针对马尾，把马尾留在这里。佣兵走了，马尾手里有飞轮。重金之托刀起加强，直接命中，太长了。超长的又长又快的这个刀啊！那这样的话，直接把人挂到红蝶亭外围的话，再打拉扯不急，35密码机。其实这波确实计划里也应该是火灾倒，因为佣兵他可以救嘛，对吧？火灾要是倒了的话，佣兵要是倒了，没人能救了。就看狮子这波能不能直接叫移情过来逼救，挡住压力。藤蔓直接交出来，这个藤蔓必须得躲，拐掉可以，应该是能躲掉了。应该换位了，应该换位了。佣兵走，磊磊去救。东玄得回头了，后面那台大遗产很多的。没事，他这个门还没关。然后这时候吧，啦啦队员可以看看能不能压满救，然后再扛一波刀，还是有机会能打3人开门战。不过这一波跑路下来，感觉机子够呛能够了，得下来帮忙扛。这个位置不能出去拦截啊。对，他得手椅。对，他的手椅。那火灾调查员肯定是他开门战要针对的对象，因为他手里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加上是上挂飞。对，这边刚摸到50密码机，要先救就来帮忙扛的，要不然的话，这局光凭密码机是压不够的啊，得一定先把人救下来。而且藤蔓压一波点，能不能打到针对？打到了，非常漂亮。这样的话，选择强摸，强摸感觉不太够，有藤蔓的。他是想躲一下藤蔓，然后再去摸，但是没有来得及。这边挂上这个人是一个挂飞，那这一局保平，肯定是至少保平了。对，那也就完成任务了。没错。前面的话，啦啦队员就看看能不能为队友争取一个亮密码机之后点门的时间吧。可以不急，慢慢跟，用碎石慢慢炸，然后同时去攒一攒自己的充能。对，啦啦队员也不是，感觉可以不用太着急，他可能怕底牌拖出来，但啦啦队员也可以等自己的振奋和花球啊。但也怕这边东玄的杂货商去攒充能嘛，对，提前亮，而且佣兵是能点门的，看啦啦队员能不能牵制过去了。一个刀气加强，重金之托，一个小加速，非常快。看这波开门，单出走门，交飞轮再翻，顶过去很可以。中场的地窖，但中场地窖应该是有点难，然后看佣兵到时候能不能过来看看扛一波。走位拐弯，还在拐，还在拐，能躲掉吗？还在拐弯，还是缠住了！我的天哪，在这编蝴蝶结呢，属于是。没躲掉，那也没办法了，最后也是拿到3抓，6比2拿到第2回合胜利，没错，2比0终结比赛。是的，那也是恭喜朱雀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确实整体来说打得会非常的好。因为如果说我要去追求一个多抓，我是可以考虑带市场的。
古梅这张地图的话，很容易踢到密码机。时长确实会比较克制基业师一点。对来讲，他这个点位在堵到街师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他应该是猜到基业师选择了墓地门这个区域，所以说站在了基业师上方，杜绝了你基。看一下吧，这个基业师的牵制压力肯定是很大的，没有牵制天赋，而且是撞脸的情况。开局直接先放机械傀儡，并且本体进行拉点。哦呦，不仅处理了机械傀儡，还把机械师给传回来了。对的，处理一下，让机械师同时没有办法去拉点嘛，这个操作是很细节的。这样的话，你没有一个娃娃在外面修机，还是比较麻烦的。原地再放一个机械傀儡，并且拉开身位。这个娃娃就不打了，因为它只有一半的一个进度，只能修60%-70%的密码机。是的，甚至于说我可以回来干扰到你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嘛。那走到前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边皮皮章的破译。是的，尤其是他如果下一个笼子没有撑住的话，我刚好把你挂在遗产加失常，对，很危险。看一下，选择给一刀，赶上2楼，利用高地差想再牵制一会儿。但是下一个围龙可能就是把你路给你拦住了，让你没有办法去位移。哇！成功击倒，那就看这边古董商要不要再牵制一下，拖点时间。是跛脚羊的话，想挂人还是很容易的。一个笼子就杜绝所有 OB 的可能性。错，把人挂远，但这个失常的话暂时用不出来。他想去管红蝶河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因为他知道这边是救人位的密码机，所以可能会踹得更满一点。没错。而且还通缉到了脸上的大副，把他的表给骗出来了。哦呦，一个后撤就把怀表骗出来了，哇，你也很细节啊！这边再把密码机给踹掉，节奏大好。不过好在机械师还有一个半个机械傀儡，可以弥补一点破译进度。而且这边笼子被拆掉了。哎呦，第4轮表躲掉还好，是延迟给摇上了。哦，一波无伤救援，同时也开出了2阶。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时长交过了18的话，尽量拉离大副的那台密码机，看古董商要不要操作一下。说实话，感觉目前求生者他们是非常劣势的。现在机械师已经是一个将近2挂了嘛，但是密码机因为被失常加上干扰，娃娃呢也只有一半，这个进度是非常少的，只有2台半。那这样子机械师上挂的话，皮皮虾得再过来刷一波化险为夷，但是那个方位可能会被捏捏这边拦住啊。对啊，好像直接是意识到你人来的方向了。因为刚才 S 版的密码机是在抖的，所以捏捏看到你 S 版密码机没有抖了，肯定是确定气象悬崖是从这边过来的。他对场上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不过这边的话也是让皮章过来给点压力，不能那么容易的让你拦到。但是这个笼子把皮章给吸了过去，同时打了一刀，那么他救不了人了。那边皮皮章的话也来不及救这边的18，这里头再把皮虾给框住，直接去衔接第2手节奏，但这个强风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再补上一个围龙。但是这个笼子好像补的也不是那么的。是的，但是外面那个龙掉了，所以这个笼子又起到了效果。那这样子把皮皮虾击倒在 S 版的话，就是等于压到了这个遗产呀。没错。由于你没有第2波的一个救人，吞了一个化险为夷，这个时间的话是外面2个人的20秒呀。那现在这个密码机进度2台都差很多，而且时长在手，一旦让捏捏再去踹到一台密码机的话，这局游戏可能要崩盘。吐槽摇出怀表，但是呢，直接放了。是的，被拦住，同时预判了位置，没有办法过去了。感觉派这边的皮皮章过去救援了。是的，大副遭遇了跟气象刚才一样的一个比较窘境，甚至贪娃娃一个落地刀再过来处理大副。那边古董商只能停机啊，赶紧去救人。苦岛的怀表已经结束了，下一个笼子他要怎么活呢？看板去博弈吧，只能看。把你板子给框住，变成了一个空地，直接击倒。是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最后2台密码机，一个 S 版，一个阁楼，2台密码机都离得很近，而且大副是击倒在这个附近了。远端的气象还想要下雨，但是这个暖雨肯定是不会让你回的。这个暖雨好像是勾引这边的捏捏过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求生者打这个状态。但是他可以通过右边的一个状态栏来判断嘛。对。那现在只能让古董商来顶这个压力。皮章他这把是真的很忙啊，又要修机又要救人，而且还有被追的一个风险。可
可能好像是决定皮皮张多破一点密码机，皮皮虾这边绕一个远路过来卡这边的枯草，防止你来管密码机嘛，让满状态的人先把密码机给压好。对，但捏捏的话这边也是很冷静，一直在判断求者的位置。应该是隔着地图看到了这边的皮皮虾的方向。那这个距离的话，虽然既然击倒，密码机已经压好了，想过来救一下，两个人有点难跑，不过有化险为夷，应该也还行。但是呢，因为密码机最后一台压的是 S 版，所以3位求生者都是在屋顶门这个方向的。而且外面状态最好的那个人，他点门慢呀，古董商他能够去贴玄耀门，但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赶路，以及说开门，都是个问题。包括捏捏现在底牌还在。是的，先把枯草给挂上，不过还好枯草不是一个挂飞，所以这里的话还能拉扯。捏捏得先排一下皮皮虾的位置。皮皮虾要不就卖自己吧，保证那边能够对他得走过卖自己，但他不能那么急着卖自己。是。对于捏捏来讲的话，他也不可能第一时间去管门嘛。这边好像是有想法。哎，想钓鱼这边的气象学家出来。是的。他的一个打法是很保守啊，就是我哪怕愿力是满的，但是我还是一个很稳健的风格。对，不能说让你这边的气象学家把大副偷下来。但如果说目前来讲，如果找不到气象，他能不能去走地窖呢？一个地窖呢？手上还有一个道具啊。对，而且地窖的位置就在甲门，这边来得及吗？围龙胶这边离地窖很近，但是没有被打出去了，好可惜。这样的话是刚好在地窖口完成了一个拦截，3抓。可以看捏捏这把的战术安排是非常漂亮的，选在了基业师的上方，杜绝了基业师去墓地的可能性。是他的一个打法真的是很稳健啊！他在中后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愿力，而且前期牵制时间稍微长一点，哪怕你真的是通过这个手椅的一个雷去加速手椅，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救，对吧？我无非就是少半个屁股，但是呢，我外面那个密码机进度，我前期只要牵制的够，你也是很难去赢的。对，而且飞行家这边的话，如果说这个悬停以及空气背包的利用墓地进行牵制的，哪怕说上车呀，或者说我不上车，就在墓地里面牵制，然后墓地里面倒地，外侧密码机都是影响不到的。被逮捕了。我觉得邦邦的话，他有他独特的一个赢面嘛，就是进入游戏画面。哎，这边仙雾梦是开局决定抓空调的魔术师。来手出其不意，因为预判了你魔术师可能携带一个化险为夷。那确实是预判到了，魔术师这边确实携带的是化险为夷。不过魔术师的牵制能力肯定是要比先知要更强一点的。对，那我觉得他开局这个走位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追的，所以说身距的话是拉近了。没错，而且这个魔术棒想用分身进行一个卡位，但是没有卡住。这一个3连不满，你没有办法躲，而且你是没有飞轮的，魔术棒也不可能帮我挡雷。哇，还是有一点点被克制啊。对，再放一个5秒雷锋走位。2连躲掉，但脸上这个位置的话太差了，有点转不了点，想硬吃一刀。哦，先知决定看鸟，我在想这个鸟要不给了给大副救人其实也可以。对啊，现在1星已经好了，想让他活的话是很难的。还是决定给出这只1鸟，但是有定时，但是遥控雷，遥控哦躲掉了。哇，好秀的一个回身走位，但是这个位置太差了，而且雷。邦邦的雷有点续不上，这波的话空调怎么博弈？他利用了一个5秒雷，对，续上了自己的第2颗雷，熟练度太高了，仙雾梦。你想让他的邦邦去失误去断雷的话是很难的，压迫性很足，就看这边回忆怎么去处理这波救人了，因为你的先知1鸟是提前给过这边魔术师了。说真的，这只鸟的收益并不高，我也觉得不高，可能会留给救人环节，保大副的状态会更好一点。对，他毕竟说你挡了一个雷嘛，那你不是说救人的一个雷，而是你自己牵制的一个雷，所以说就不赚了。可能是想要用一个失乐园去掏吗？打一刀。哦呦，那这样子可惜打到了乙对方救了。回忆的这波救人太关键了，太完美了。那这样子的话，1鸟收益就显现出来了。原来救人位太强了，不需要这只鸟。对，利用化险为的时间倒在甲门子里面。那这样的话，魔术师2挂之后，飞行家的密码机是可以破开的。我觉得稍微卡一下这个人卖掉吧，对，卖掉的话可能这个局势会更稳健一些。如果说你选择让飞行家来救人呢，毕竟是有风险的。卖掉会更好一点。如果救援的话，可能这个悬停就省不了了。不如说把悬停留着2次牵制。他如果说救人的话，我觉得他
肯定是要使出那一招了，对吧？就是一个大喷救人，传说中的那一招。还是比较难嘛，不如说直接卖掉。那这样子的话，就得小心先问第二手节奏了。其实让一个队友先飞天是有好处的。哎，看到目的密码机在走了，他可以通过观察三个队友的视角来更合理的安排后续的运营战术。哎，对，决定先来中场赶一下这边的飞行家，但是你看他的视角是一直朝向墓地那台密码机的。他可能在想，如果说你动拆密码机，我要不要去换一个 T， 或者直接交移形？对香欧姆来讲，这把争多抓也是有面的，毕竟现在密码机需要去补。没错，但是还在就是捏得很死啊，这手底牌。对，毕竟你邦如果说把这个技能一交的话，你这个追击能力就会弱很多。哎，交看到传了，来了，直接传。要不然他玩 solo 一下，那他是没有道具的，有一个飞轮，先把飞轮给交了。回避一下第一波雷。但是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差。哦呦，走位很好啊，两波雷全部都扭掉了。新的走位，第三波继续还扭扭掉了，还要扭。哇！玩完夹缝中求生，而且先知这把是携带了回光返照的，就算被击倒，只要带了这台遗产机，其实他很关键，他把雷全躲了，对不然他这里是有可能倒地下室的。啊，远端还在躲雷，对于这个监管者的一个技能操作是很熟悉。但是这两波雷吃了一个，第二刀也是给上，密码机马上压好了。而且你看先知的一鸟已经吸了2/3进度了。是的。那感觉上来讲，这把的一个平均面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密码机压好了。对，而且你现在先知就是邦的传送也是在 CD 的嘛，是的所以说如果能速战速决的话，这边求生者甚至还有一个走地窖的机会。而且飞天还有化险为夷呢。哎，等想雷炸了掏之后再跳下来。哦，这样的话，香木也选择用雷去炸压一个起身。要选择直接开吗？这边倒是没有，因为你传送在 CD 嘛，直接开的话，虽然说先知会有点危险，不过技能续不好。是的，毕竟你刚才传送才交嘛。现在的话，现在鸟也出来了，给这鸟挡插刀，掉就在脸上。哎呦，差一点可惜点。，可惜，差一点。因为这边还是决定就是直接开了之后保队友两个人直接走门，安全走门了。然后他其实很难活，对对吧？你这个鸟交完之后呢，你也没有任何道具了，你想拖飞轮也很难拖。而且他一个先知邦有挽留有雷的一个情况下，你走是很难走的。对，那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拿到了一个平局啊，稍微好追，后续接你的杂技那个病患也好接，因为你的道具真空期太长，对吧？你病患交一个钩子，你那么长的一个冷却，我歌剧的一个机动性，我立马就能追上。陶完在采访时候也说过，他非常渴望跟监管者进行一个博弈。但他幸运儿的话，他其实空间不多。我记得他之前在这张地图牵制鹿头是溜得很好，用幸运儿。但是鹿头跟歌剧，它其实在开局的前期是两种监管。对，其实进入比赛画面，开局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直奔幸运而去的。是的。这样的话，脚印也已经发现了，就在100双后面。起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选择留残影在反绕。这边手上道具是一个护腕，感觉第一波的身距还是没有拉得很近。好在可以进到前面的长板区，幸运儿这边的距离还是把控得很好，而且是没给仙雾梦这边任何一个隐喻回溯的机会。借一个窗户的博弈，手上还有窗台没有交，交了再翻，再快翻回来。就是在弹射嘛，你翻窗会更快一点。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回溯一交，我就比较好溜了。那前期一个单护腕的幸运儿牵制成这个样子，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是的，这1分钟基本上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哎，但是前面板区的话会拿到一刀，而且回溯的话好像刚好可以好。但这个闪现感觉还是得交啊，省不了。有机会到前面板区吗？哎呦，差一点点进到。主要是这个长板的话，刚才是踩掉了，所以说进不到长板，身位不太够进到板的后面。那小短板的话是有点可惜了，没有吃出闪。打击演员这边也是提前过来把身位卡住，确保说血线能压住，不会被逼救。是的。这杂技的话已经靠过来，但是我们好像是找到了位置了。我觉得这么明哇，可惜没有第一时间打到，不然这个人还真不好救。过河这边反应也很快啊，第一时间跳球。第二时间的话，我再持刀再救人呢，还能给到一些2流空间。
这波的话，两个人走在一起，看要摊这个双倒吗？看能不能短板博弈一下吧。哦呦，找到了博弈盖板。但他没有选择翻过去接一个板弹啊，还是继续博弈。哇，想要当板区战神。哎呦，这边要交闪了，这个闪现第一时间没有选择交，那还给到一个。因为你这边隐喻断了，而且你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交闪，那就可以让幸运儿转到墓地最里面的。他溜出化险为夷的一个时间了，再把闪现给吃到血赚啊！哇，既牵制出了化险为夷时间，而且第二波牵制还是倒回了墓地，不影响这个密码机。那这样的话，这一波砸板是拿到了很多节奏回来的。看一下第二波的一个救援吧，其实密码机现在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一整台没有修，但是这个局势仙翁梦他想要争多抓的话也比较困难。干扰一下外侧的破译，然后再回速守一下这边的星源儿。墓地的板区先给你清掉，让你没有什么3-6的空间，保证我能够先减员。来到佣兵应该也是不给他扛了。哎，这个时候先赶一下佣兵，逼一下道具，再回头掉身抓星源儿。那这样的话，星源儿挂飞的话，外侧密码机会差一台整电。不过倒地的身位也足够说是杂技跟佣兵这边调好状态。而且外面的话，对于仙翁梦来讲，他是很难直接去找到这两个人的嘛。对，他的技能也没有好。就算找到，也不太好进行追击。你像杂技、病患呀，以及佣兵都是很好牵制的。那个密码机的位置也是留的比较远，你像这个小推以及墓地这种对角线的密码机，它就没有那么好去守。往前排的话是两个刚才打好状态的求生者。看一下，已经发现了佣兵的脚印。先架一个隐喻，压迫走位。不敢翻，还是不敢翻的。外侧的密码机两台都新起了，像墓地和1号机那边都起了一台。这边给完刀之后想要深追，得尽快处理掉佣兵，然后去打一个手蚁。哎呦，过板刀被砸了。那这样子还把护腕能稍微再省一下。是的，他们继续拉扯，因为小门也是有安全板区的。这个护腕我在想，要不就不考虑交了，留到开门战。也可以交，也可以。哇！翻回去又规避了一刀，直接快翻，利用佣兵翻板快的一个特性，还在牵制。这样的道具看看要不要交，还是选择省了。省一下吧，开门战的话有护腕就不会被快速击倒。密码机两台都很多，他守不住呀。这边再传到1号机， 1号机的话，墓地是一直在修的，能压好感觉，稍微牵制一下就够了。哦，出了一点小失误，如果这一刀是直接抽的话，是能抽到的。是。但这个时间段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是比较急了，因为你传送刚交嘛。对，再交个钩索，甚至是你吃一刀之后，我可以把1号机台密码机亮掉。对，然后呢，我就可以选择等它直接亮了，让你拖不好传送，去跟你保平。但是这段时间啊，你可以看到说杂建员是跟病患、跟佣兵这边去省了一个绝处逢生。对，他摸他去了，求稳吧，为了不留伏笔。非常稳健，哎，但我觉得还是应该修。我也觉得应该。他如果压好直接亮的话，你没有传送的一个过去打不了呀。他可能没有考虑到空调这边牵制时间太久了，足以说是让直接破译的话能把密码机通电。是的，是的。接下来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波救援。不过好在，因为你刚才交过技能嘛，你要去守电，只能说走路去守。对于仙翁梦来讲的话，他就有更多时间去拉扯，能把这个技能给拖好了呀。不太转呐，是不太转啊。看能不能找到，应该是找到了。这边有个慢翻，但是能听到。那边的话，1号机已经在破译了，到这边的病患传送好不了，但是那边求生者也是防了一下，害怕你直接传，还得再让杂技过来去救一波人。那这样一来一回，其实仙梦是赚到了。密码机的进度老是差一点，有点亏啊！而这里的话想给你一个压力，让你觉得我有可能传送，你敢修吗？你是不敢修的呀。哎，看到这边的脚印了，知道你杂建员在这边卡人。是。我觉得仙翁梦他应该是不知道佣兵是留了自愈的，对，他可能觉得佣兵刚才是自己起。或者说是他这波就是想把佣兵的这个自愈给逼出来。
因为你1号机如果说碰电，我就可以直接传，那这样子的话，用命刺激可能就得交。有可能交传送传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又要再重新去牵制，而且冰幻这一波他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哦，又一个博弈盖板，好砸头，这个砸头算是把这个求生者的危局给缓解了很多、啊。选手个人能力的体现啊。那这样子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对，因为他如果这里倒的话，再上一个2挂，对于求生者来讲是很劣势的。这个勾手可能得交才行。哇，再走位扭，哦哟又，压好了，可以直接亮，很极传限。送刚交。他甚至通过自己的走位把勾手给省下来了。对的，这波再勾再飞，一个反向弹，好秀啊！太秀了！那你的传送交过的话，另外2名队友就可以直接走大门了。对他们点大门可以稳稳的走，其实就跟刚才那一波传送下来直接亮是一个结果。对，算是空调这把通过博弈盖板，然后以及说是小走位，然后并且省下了钩索，争取到了更多的开门战牵制机会。仙雾梦的话，他当时可能留传送去打个开门战争3抓会好一点吧。这样保平局的话，其实对于后续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还是板区博弈吧。如果说那个板子抽到的话，那还有一波上移机会嘛？是的，这样的话也是在第2局的上半拿到了一个平局。如果说我这个前期节奏不错，或者说我中间能够拿一个双倒的话，能争3。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成都机器的这手注入师补的还不错。如果说是你的喧嚣在开局对信念，与所不同的是，咒术师选择了小门地窖，而星宇儿选择了中场这个危中场是安全的位置。最好的，能保护起来。今天这边也是选择了墓地，两边都是同样的将。那进入游戏画面，开局妮妮也是直接朝红毯的方向去的，并没有选择追击咒术师。是的，往大门走，这边肯定是拉点的，他可能想打一个出其不意吧。感觉相对来讲的话，火灾它是更难追一点。他可能是预判到了火灾调查员携带的化险为夷。对，他是带了一个圈，所以说追起来的话有收益。一个气囊没有选择打掉，因为并不是封路的气囊。我想打一个双球，哇！一个回头博弈盖板，但是拿到了，也上了2颗球。对，那下个双击起的话很危险，能拿刀。哦哟，那这样拿刀节奏很快啊。是的。而且2个气囊你都交完了，在第3波双向经济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应对。熟练度还是太高了。架住，想交移形吗？直接交移形，把压迫性打上来。先给1颗球，然后再双击打双球。这样的话，这个位置上直接秒，没有飞轮。开局57秒就起到上挂节奏，而且没有道具，在他脸上这个板子也可以踩掉。26空间也大打折扣，很舒服啊。哎，但是呢，桃花大师可以把椅子稍微换到靠近。那怎么感觉这个椅子更好手椅了？你别说，还真是。那这椅子好像太空旷了。但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个拖时间的作用。我也是看到陶大师的位置，不过还好，陶大师是比较克制喧嚣的。毕竟你想要打残我的话，你得上6个球。哎，而且这一波的双向惊喜并没有给到桃花大师停下标记。是的。这样的话等于无伤救一波嘛。第2波就得让咒术师来陪跑，或者让幸运儿过来去给一个辅助了。我在代号员想利用化险为的时间去靠近小门地窖这片区域，但是咒术师来得及吗？好像来得及。来不及吧，有点远，这距离不太够。哎，我看咒术师那边好像碰了一下小门地窖的密码机，如果他直接来的话，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呢？他想亮2拆密码机嘛，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细节的点，就是捏捏一直在用这个土球去减速它。对。就粘土舞台让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走到差这个粘土舞台的距离。是的。这样的话，这波2挂的一个节奏，让幸运儿带把枪过来也行吧，有机会去保一保，交一波护腕。贴近身位，想先用飞轮规避再交信号枪吧。怎么说？没有交出来飞轮。再上一波火灾的球，这个把枪还空掉了，因为还手那个前摇被封到技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开。对，第2时间的话，我通过这面墙以及你的一个前摇躲掉了枪，这样先减员1个。那这个节奏的话还是比较优势的。再交移形，想要直接锁定幸运儿的位置，看到了他的一个侧身，还有有空中飞人直接贴脸。那你手上没有道具的，交一波飞人抵掉，但是有2阶，还残留了一个球，下一波的一个双击血。还是倒了，续上节奏，而且压到了小门地窖的遗产机。是的，我觉得在有枪的一个情况下，还是应该就是先交枪。对，可以先交枪，把它保住嘛，保证它下来是不会被上球的一个状态。对，
因为你面对的也是顶尖监管者嘛，所以说他肯定会用你的焰火舞台去把你的星耀枪锁住的，不让你交。那这样的话，再回来找一下咒术，密码机还是有机会的，能修。这波咒术师他可能得用飞轮去突破一波惊吓标记才可以。没关系，咒术师这边他能斩猴嘛？啊，而且幸运儿的话也没有那么好处理，这个位置还能骗一下。可惜。想来 OB 吗？但是可能会有点危险。哎呦，好像把自己搭进去哦，对这个位置交飞轮，但是很危险，要倒了。哇，密码机现在的话差的很多呀，这一个人补的话是有点久的。没错，因为这波咒术师可能是想牵制一下这边的喧嚣，但是呢，效果并不显著。就你压观众效应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个人要补要跑图，对吧？对，不过他这里是没有第二个椅子，还是有点问题。对于求者来讲，有没有一个救人然后去补密码机的说法呢？难，因为这边幸运儿他已经是一个2挂了，并且2台密码机他离的是有距离的。大这边有点被卡位了，骗一下位置。那他可以选择打幸运儿一个针对，先减员呀。他现在还有第2段。哎，这个迷烟炉的视野还是找到了，直接击倒幸运倒儿。地，那边咒师自愈马上能起，但是要先减员了。对，而且妮妮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的咒师没有自愈。这边交一个移形锁定密码机。这边的枯草，我的天，简直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的操作，节奏太好了，一环接一环。这手喧嚣太摧枯拉朽了，再把这个人一挂，封锁掉你去运营的一个可能。因为我喧嚣，我是不怕你躲的，我有双重惊喜，我能找你的位置。对，但是你躲不住。而且红天行的这片区域啊，可以说是没有特别好的躲藏点。没错。咒术师的飞轮还有一个40多秒的时间，看看能不能说是把自己的飞轮通过躲藏续好，再续出3等猴走个地窖。毕竟还需要去找一段时间嘛，找一会儿。他好像捏捏的话，他这把毕竟3抓就能完成任务嘛，他其实也不是非得说我要去争一个4。对他已经打得很好了，其实现在可以说是我排一排人，再回去一下也可以。这把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他追得太快，然后那2波幸运儿的那个救人吧，就有点伤了。如果说能给到他一波26，或者给到他一波36都好。对，或者说是把自己的状态保住，其实也还可以。这样子的话，捏捏通过移形就没有办法续他节奏了。对对对，其实密码节奏差的不多，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时间去修了。而且他们想打那个化险为夷战术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位不够，反而直接爆点，空中飞飞到脸上，还有机会去打一个拦截，但是猴很多，并且飞轮已经试好了。对的。这边的话，飞天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个飞轮能交吗？先交猴，打到上面被牵进来了。我的天哪，这个地窖没有开，它走不掉。拿下了一个4抓，那也是恭喜北京 WP 拿下本场比赛啊！非常好，今天不管